同学们，现在我手中的便是 BOSS 最新的 Kurt Comfort 消噪耳塞2。我拿到这款耳机大概已经半个月的时间了，还特意带着耳机兜了一圈上海和澳门，感受了一下上海的台风和澳门的萧条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个开箱吧。QC 消噪耳塞2外包装重量轻至124克，而 QC 消噪耳塞1代重量便高达94.4克。那么耳机盒怎么就这么轻呢？因为里面没有耳机。其实呢，我想说的是1代真的太大了。对比之下，你会发现 QC 消噪耳塞2相比1代绝非仅仅大了一圈儿。1、2代给我的感觉就像猩猩和猴子站在了一起。2代耳机加充电盒重73.8克，整整比1代轻了20多克。2代单耳重7.1克，1代单耳重9.4克。索尼 WF-1000X-M4 耳机加充电盒重54.8克，但单耳重量却比 BOSS 略重，为7.3克。我们可以看到2代相比1代在体积上也整整小了一圈，同时耳套和稳固环采用的是分体设计，1代是连在一起的，而2代的稳固环也不会那么突出。佩戴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1代多出了一个东西，会把整个耳道和耳廓塞得满满的。两颗的重量差是能够明显感受到的，不过也有可能是1代塞得更满而带来的心理作用。1、2代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逻辑是一样的，只是2代更小巧舒适。QC 消噪耳塞2还提供了额外的2套耳套和稳固环，以及一根 Type-C 的充电线。这根线的长度非常适合充电宝，有没有？消噪是 BOSS 自古以来的优势，毕竟这件事儿就是他起的头。接下来我们便通过多个场景来感受 QC 消噪耳塞2的消噪能力。首先我们来说说台风天，9月14晚台风登陆上海，别人见台风都是躲家里不出门，而我像个傻子一样顶着台风去吃了一个日料自助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台风刚好登陆，狂风夹杂着暴雨。本来呢 QC 消噪耳塞2的深度降噪是默认包含抗风噪的，但在台风中这个抗风噪就有点不够看的了。虽然整体噪音还是会减弱，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风噪和较为清晰的暴雨声。台风天降噪不那么好用，无用的知识是不是又多了一个？好了，接下来便是正常环境了。坐在下雨的的士上，中雨，雨声变得很弱，旁边汽车车轮划过地面的声音非常微弱，和弦声音是震动声，我怀疑是底盘颤的声音，或者是发动机的声音。打转向灯的声音是能够听到的，风吹脸的声音能够细微听到风噪。右转，然后到达站点。马路边微风，自带抗风噪，车轮划过马路声很小，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也很小。饭店中间隔了一个桌子的大婶儿一直在大嗓门打电话，消噪后人声非常小，我感觉这应该是当下对于人声消噪最好的产品了。你要是觉得哪款更好，可以留言怼我。饭店音乐歌声和冷风机声音也非常微弱，仔细听才能听到。飞机上降噪，机场广播依旧能够听到，声音会略小一点，不必摘耳机。在过道活动，旁边人说话能够略微听到些许声音，但是听不清说什么。整体降噪只有细微嗡嗡声，其余声音几乎没有，感觉这是最优秀的降噪耳机了。人声降噪也是最好的，飞机上耳压还不错，不大，戴2个小时耳朵不会疼。通透模式下也有一定的降噪能力，人声更清晰。11000米，速度為800公里每小時。我今日航路會飛過溫州、福州、廈門、汕頭、香港。天大致良好，間中有機會遇上少量不穩定氣流。安全。澳門公交車，公交車颠儿的聲音是能夠聽到的，人聲相對清晰，但是還是聽不清說什麼。
车轮划过地面，旁边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都能够听到些。公交车报站也可以听清，不必改成通透模式。至于通透性，外界噪音较小时，通透性基本上是完全还原的。但如果外界噪音较大，比如飞机上，通透性还是会有一定降噪能力的。通话降噪方面，我站在马路边给朋友打电话，对方表示一点噪音都没有。以下为对方噪音实录。关于消噪，其实我还想说的一点是 ，BOSS 并没有利用软件将噪音和环境声划分过细的等级。相比索尼 WF-1000XM4 和消噪耳塞1代，BOSS QC 消噪耳塞2代的划分更加简单粗暴，仅区分降噪和环境声，上手成本明显更低，更适合小白和普通用户。整体来看，降噪下听歌不会发闷，低频下行较深，渡口前3声鼓声声音浑厚，能够明显感受到鼓面的震动。南海姑娘等音乐，中频人声靠前，清晰饱满；中高频通透，高频三角铁、沙锤等乐器能够清晰辨别。高音甜，中音準，低音勁，一句講晒，通透啦啫。对了 ，BOSS 还在2代上增加了 Custom Tune 智能耳内音场调教技术。该技术的核心就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耳道结构定制专属音质和消噪，因此其实每个人戴上 BOSS QC 消噪2听到的音质都会有所差异。当你戴上耳机后，该技术便会自动激活，大概可能1秒钟你就会听到嗡的一声，此时就说明调教好了。目前1代更新固件后也支持了该功能。总结一下， BOSS QC 消噪耳塞2相比1代拥有着明显的提升，核心就是在体积重量大幅减小的前提下，将消噪和音质进一步提升。个人认为 BOSS QC 消噪耳塞2是当下消噪表现最好的耳机，尤其是人声降噪方面。至于底噪，我是没有感受到丝毫的。2300元在真无线降噪耳机消费级领域算是顶级的了，半个月体验下来，入肯定是值得入的，但预算不足的可以等一波双11好价。